记录晚安时光，我是Tonter，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加拉 Toys 最近刚刚现货的街道霸王2系列里面的霍克。霍克呢，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它的这个英文名字的音译，其实就是老鹰的意思，它其实叫 T 一个点，然后霍克。整个造型方面来说的话呢，非常有这种印第安或者说北美这个原住民战士的那种感觉，比如说鹰的力量，这个鹰的视觉，然后水牛的力量。第一次见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让我想起 Marvel 宇宙里面的那个雷鸟或者说 Warpath 这样的两兄弟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感觉他本身的这个战斗招式啊，还有设定方面，可能也是跟那个是比较相关的。但是我在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一次都没有选过这个角色啊。一个方面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看起来虽然很大只，但是没有什么特点。我个人对他的这个兴趣并不是特别浓。但后来呢才发现他的个头呢，其实可能算是系列里面就这一堆角色里面最大的一个。如果说净身高，我相信老桑可能没有他这么高。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直接拿出常规角色，还有之前的这个本系列最高海拔的沙加特，还有这个常规的龙，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啊，简直是不要太夸张。沙加特的这个净身高站值啊，还不是 A 字站立的时候呢，大概是 19.5 公分，然后这边的霍克呢是来到了20公分，然后这边的这个龙呢，因为太常规了，我没有专门去量它的身高，我这边量一下，龙的身高呢，则是在头顶高度呢是15.5公分，所以说这三者的身高呢，真的是非常的夸张。那能跟沙加特比肩的，可能也就只有这边的霍克了。整体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高度呢是非常让人满足的，而且它这次包装盒也是大盒，但是我觉得，街霸系列的那种类似于游戏机的这个包装盒，并不是特别好收藏啊，所以我个人就遗弃了，那就只留玩具本身。这次配置方面呢，还是一样啊，双头雕的配置，然后手型给的是这个类似于推掌手型或者说手刀手型。因为我个人对它的招式完全不了解，所以说这边就没多做功课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在评论区截图发一些游戏里面的这个招式视频，或者说是图片给大家去参考啊。然后另外一边的，相比起其他角色给的是特效剑，这边给的是它的这个动物伙伴，一个老鹰。然后这边的这个护腕或者说是这个袖套呢，则是一个可替换的零件，下面有2个洞，然后插上去。老鹰的这个部分呢，眼睛我觉得是涂的比较敷衍，但是也是还原当年游戏的这个古着感。翅膀方面呢，有做一定程度的自洗，所以说呢有这些渗线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可动性，翅膀的左右的或者说前后扇动幅度其实特别大，甚至你还可以利用这个球形关节往前面旋，但是上下的摆动幅度呢，则是比较捉襟见肘了。我个人觉得呢，做这种降落的姿态，或者说猛禽飞扑的这个姿态呢，是没有任何问题。2个小鸡腿呢，也是可以进行这个关节轴的旋转，头部没有可动，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配件吧，也算是在这个系列里面比较少见的配件了。除了这个配件之外，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配件呢，可能就是之前瑜伽老的那个手脚配件啊，我觉得是比较有创意的。其他厉害的配件呢，基本上都发售在 SDCC 版本或者说特别版的这个大盒里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替换头雕，2个头雕一起来看吧。首先呢，常规头雕呢是一个double， 就是 M 型嘴，就是瘪嘴严肃脸，然后另外一边呢则是这样的龇牙愤怒脸。整个感觉呢，我是觉得这个龇牙愤怒脸更加生动一些啊。常规的这个面雕呢，则看起来稍微有点憨憨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面雕更加还原呢？然后头发的这个涂装方面呢，是在这个棕色的基础上，
还加上了一些红色的渐变，或者说是2层打底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也可以呼应它眉毛的这样一个颜色。整个头雕方面来说，我觉得是挺生动的。身体的素体方面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颜色的，比如说明暗的这样一个涂装。虽然不是特别的精细，但是也完全够看了。毕竟加拉Toys的玩具嘛，在200以内1张半上下的这样一个价位区间，能做到这个还原度来说，我是觉得是比较满意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在观感上到底怎么样？在接下来360的旋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细节。整个衣服方面非常的干练，然后整体上面也都有这个衣服纹理质感的模具刻画，然后非常有这个印第安或者说土著原住民的这个腿套。模具方面的话呢 OK， 然后自洗的稍微有一些脏，其他方面的这个印刷我觉得也还算比较规整。腰带上面的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自洗，但是简单的把这个光线稍微折射一下，其实看得清楚是 HAWK， 就是 Hawk 它的这样一个英文名字了。整体的观感我觉得是 OK 的，胸口的这些如果能再做一些自洗，然后把它立体感呈现出来就更好了。那么接下来边看细节边玩它的可动。头雕方面的话，抬头低头幅度呢其实都还不错，仰头来到这边，低头幅度 OK， 左右侧头还行，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手臂平抬是90度，利用这个肩部的小关节呢可以再往上抬上一些。这个蝴蝶关呢往后的这个幅度呢，让我觉得超出了想象，竟然可以来到这样一个水平。往前的幅度呢，也差不多有20度的这个水平。所以说呢，即使是一只大只佬让他做这个抱胸动作，它也是不在话下。虽然不是特别自然但是你想让6寸的人偶做到真正的抱胸姿态的话呢，基本上都得像 SHF 贝吉塔那个样子，或者说短笛那个样子进行替换零件所以说大只佬能做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 OK。胸腰关节呢，一直都是我觉得 Jada Toys 做的比较好的，挺胸幅度没有问题，弯腰在不利用这边裤衩的这个情况下，依旧能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可动范围。在利用上，这边的这个髋关节，那它直接下腰就下到下面去了。那既然看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没有这个髋关节的下拉，但是呢，因为是软胶裤衩，所以说前踢没有任何阻碍。双端关节的这个屈膝，无孔关节，小腿贴大腿的幅度，脚部接地，甚至还有这个脚踝的整体360度的旋转，还有前脚尖的可动，都是非常的优秀。个人觉得这款玩具的可动表现呢，也都是超一流的水平，在200以内价位下的美系玩具或者说大只佬里面算是断档型的领先了。那整体观感来说就是 OK。那么花点时间在镜头面前把它的这个所谓的特效键换上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来自美洲的原住民战士和他的动物伙伴搭档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替换零件方面呢，在镜头面前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说我觉得这款玩具在设计层面上面以及它的可玩性上面其实是比较友好的。即使你时间不多，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有点手残，玩这款玩具的这个配件搭载呀、替换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整体的把玩体验是非常优秀的。那这边就跟他把动物伙伴搭载好了。有一说一这边的这个凹凸的配合并没有说特别的紧实，也可能是我没有插到底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在镜头面前把玩的话呢，应该会比我玩的更加的顺畅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 Toy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个频道，拜了个拜。